今天介绍这部2024最新恐怖片《愿者安息》完整版。这是一部充满纪实风格的丧尸片。话说玛丽就去劈柴，小乔听见动静就走到窗户边看了看。小乔这是在提醒玛丽有危险。玛丽听见动静走到小乔这间屋子的外面，没想到房间门被锁上，于是就透过窗户想看清楚里面到底有啥，可是他什么也没看见。小乔躲在一旁。玛丽现在对弟弟大傻所住的这间房里到底有啥感到无比的好奇，而且对大傻到这里的行为表示严重的怀疑，总觉得他不是专门来看望他的。看完这一幕，我觉得这部片子恐怖氛围的营造属于合格，但是悬疑感却被成功的制造出来。只见小乔脸色苍白，但是他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，那么他到底是人还是鬼？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接下来故事将如何演绎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故事要从大傻讲起。他是殡仪馆的灵车司机，好歹也算是公职人员，整天的工作就是从殡仪馆运送遗体到具体的埋葬点，每到晚上就孤独在房间里看电视。他没有老婆，这个年龄也无法再找了，看这个样子他要孤独终老。一日深夜，殡仪馆的好友傻强特意把他叫到殡仪馆有要事详谈。傻强见到的大傻就告诉他，在殡仪馆有一具女尸已经停放了好几天，有人专门送女尸到这里来的。大傻一听这玩意跟他有何关系，傻强就赶紧把话说完。原来送女尸进来的人不想被人发现，而且还贿赂了他们的主管，主管也同意了，打算以某种方式抹去记录这具女尸任何痕迹，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。现在就需要有人用灵车带着女尸去山区躲避1个月就行。大傻一听这话就知道这活不好干，弄不好连工作都整没了，于是直接拒绝不做。傻强赶紧把报酬讲了出来，5万元做这件事，殡仪馆的工资照发。然而大傻还是不想干，他觉得这是个陷阱，弄不好道士还说人是他杀的。傻强表示主管都是知道的，让大傻这事不要想那么多。接着表示大傻平常为人不错，才把这个外快交给他做。大傻有些动摇了，毕竟5万元可不是小数字，就问他们为什么要杀那个女人，到时谁付钱。傻强早已摸清楚了，那个女人是来自另外一个大城市的富豪大家族，不听长辈的话，私自跑到这里，结果被家族派人追杀了。至于酬金是主管转交给大傻，如果大傻不干，主管就会找借口把大傻开除，这不是明摆着的威胁吗？大傻无奈的接受这份隐秘的任务，说干就干。很快女士被送进了灵车，然后单独给大傻一部手机联络，他还得知女人叫做小乔。随后大傻把车子开出了城市。到了下半夜，大傻决定到路边的汽车旅馆休息并住上几天，他就把灵车停在院子里，他就开了一个房间睡觉去了。他这个灵车没有冷藏设施，要不是冬天来临，车子早就发臭了。大傻一直睡到天亮，然后就在附近的餐馆待了一天，不停的给朋友和姐姐打电话消磨时间。夜深了才回到旅馆，刚要开门，他听见灵车有动静，他觉得很奇怪，于是就把车门打开。他看见了诡异的一幕，裹尸袋的拉链拉开了一部分，没错，他还看见尸体动了一下。大傻这下有些心慌，难道这个小乔没有死透，还活着吗？大傻凑过去看了看，然后被小乔的举动吓得连连倒退，然后把车门锁死，赶紧给傻强打电话，可是对方电话一关机，大傻就有点蒙圈，于是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去。半夜他起来发现房门是开的，于是来到走廊，他发现墙壁上都是血液和残渣，于是循着声音来到一道门，推开一看，哇塞，神秘人正拖着一个女人往里走去。女人发出震耳欲聋的惨叫，接着他们消失在过道的尽头。随后整个过道的灯光开始一闪一闪的，十分的诡异。接着他来到了一个房间，看见小乔被绑在一张床上，地上有很多装满尸体的裹尸袋，看得后背都发凉。大傻被吓醒，原来他做了个噩梦，他想起了车子上的小乔，从心里来说，他认为小乔还是活的，而且他还喜欢上这个漂亮的女人。车上的小乔还在哼哼唧唧的，大傻也不管那么多了，他就把小乔抱进房间的浴室里，然后他给傻强打电话，就问小乔是被什么杀死的，是不是真的在停尸房待了10天。据傻强的了解，小乔是被枪杀的，的确在停尸房待了10天。大傻就把电话挂了，他知道傻强在撒谎，明摆着小乔身上有多处刀伤，所以他是否在10天前死的那就不一定了。原来大傻是想验证小乔只是昏死过去，现在活过来也很正常啊。随后大傻就找了一块毛巾，从脚到头把小乔身上的污垢擦拭干净，而且他发现小乔身上被做了某种标记，这让大傻觉得小乔更加的神秘。
然后大傻到超市购买了几件女性的服装回来让小乔换上。他看上去很虚弱，也不讲话，大傻只好自己动手帮他穿上。半夜小乔从床上掉下来，惊醒了大傻，而且还咳嗽出血来，于是就把小乔抱进洗手间擦洗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小乔竟然可咬起大傻的手臂，大傻还感觉到小乔十分的享受，出于怜悯之心，就让小乔啃咬下去。哎呀，小乔根本不是人了，已经是丧尸。但是大傻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。随后小乔恢复了一点元气，大傻看着小乔这个样子，内心还是痛并快乐着，他已经完全被小乔迷住了。过了几日，大傻受不了就去看医生，还开了一些药物回去服用。大傻把上衣脱了，哇塞，身上有多处被啃咬的痕迹，不过被包上了纱布，看得让人心酸啊。大傻彻彻底底的迷恋上小乔，而那个小乔照旧不说话，丧尸是不可能说话的。然后坐到小乔的前面，让他继续的啃咬，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男人。过了几日，大傻身体更加虚弱，手都不停的打抖，吃饭都没有什么胃口。长此以往，大傻知道自己就会死掉了，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。他在酒吧约了一个熟人阿迪来喝酒叙旧，结束之后，大傻表示自己醉了，就让阿迪开车送他回酒店。在酒店院子里停车时，大傻趁着阿迪不注意，就抽出皮带勒死了阿迪。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监控，导致大傻为所欲为。随后他把阿迪的尸体拖进了房间，这下小乔有了好几天的食物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大傻消除了房间所有的痕迹，然后退房带着小乔离开这里。他也不是很傻，知道这里不能久住，现在大傻只要看见小乔能动就心满意足了，至于能否开口说话，他并不在乎。这次他们的目的地是大傻的姐姐那里，他们已经有10年没见面。在加油站的便利店内，他听见了电视上的新闻报道。没想到这几天的功夫，大傻竟然伤害了那么多的人，就是为了让心爱的女人活下去。而且有大量的目击者描述，在事发前，附近有一辆未知的灵车，便利店的员工看见了屋外的灵车，开始有所怀疑。大傻就随便找个借口搪塞过去，关键是大傻那个样子，看着就像是那种对人畜无害的人。直到大傻开车离开，便利店员工最终也没有报警。一直到了深夜，大傻才来到了姐姐玛丽的家，两人说了一会话，玛丽就怀疑大傻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，平常就没见到大傻来看望他。大傻当然不会说实话，玛丽就把一间房收拾出来给大傻住。大傻趁着玛丽不注意，就把小乔带进了房间。白天大傻就把小乔锁在房间里，他要开车出去寻找合适的目标，玛丽就去劈柴。小乔听见动静就走到窗户边看了看，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。玛丽觉得大傻不是专门来看望他的。另一边，大傻开车找来一天的目标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下手，只好垂头丧气的回来。路过一个公交车站，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在等车，他觉得这个目标不错，于是就开车停在附近。那个妇女警惕性还很高，于是快步离开公交车站，大傻就开车尾随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铃声响起，那是傻强的来电，大傻必须要接的，因此那个妇女才逃过一劫。大傻回到房间，就告诉小乔刚才傻强打来电话，意思是小乔的家族的人要小乔回去。大傻就觉得那是个圈套，不能回去，现在他们离边境还有2天的路程，很快就能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小乔继续不说话，他毕竟是丧尸，但是他的眼睛已经完全乌黑，而且发出轻微的怪声。原来他想起了他家族的人是如何在他身上做好标记，然后残害他的，这个印象之深刻，就是做了丧尸他也没有忘记。大傻有点兴奋，这是他第一次听见小乔发出声音，他觉得小乔总有一天会开口说话的。看到这里，咱们可以从大傻的肢体语言得知，他实际上已经知道小乔是丧尸了，所以才会那么迫切的希望小乔开口说话。他已经迷失在自己的爱情当中，甘愿为女丧尸牺牲自己。哈哈，这情节能编成这样，也就没睡了。隔日，大傻把小乔锁在房间里，他就开车出去，因为他觉得灵车太显眼了，于是就找一个修车的朋友小卡，给了一大笔钱，让他把车子油漆换了。根据当地的法律，汽车更换外观油漆是要登记备案的。小卡看在钱的份上，就把备案的事情隐瞒下来。到了晚上，车子的外观油漆终于喷涂完毕。好巧不巧，小卡无意中打开屋内高亮的大灯，车窗玻璃贴了这一种反光膜，白天无法透视的，可是到了晚上，有大灯就能看见车内悬挂一些残肢，吓得小卡目瞪口呆。大傻立即抄起旁边的工具，把小卡打晕在地。
接下来那肯定是下死手，然后开车回到姐姐的家中，赶紧把小乔接走。半路上大厦遭遇警察查车，双方打了起来，大厦体力不支，被警察压在地上摩擦。正要被戴上手铐的时候，小乔冲了出来，咬了警察一口，救了大厦。接着大厦处理完警车后，两人继续上路。不久大厦来到了临海雪原，这里到处都是白雪皑皑。他被一些人拦住，然后把他带到了老皮特的面前。他自称是小乔的父亲，这里的男人和女人都是他的子女，他们将要为小乔举办一个特殊的仪式，邀请大厦作为嘉宾出席。大厦根本不信他说的话，就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对小乔。老皮特表示主要是小乔不听话。到了夜晚，仪式照常举行，不过大厦看出这个仪式似乎对小乔不利，于是就想出手，可是小乔先人一步，直接把接他的两人干掉。大厦就拿出那把警枪保护着小乔，枪声引起了老皮特的注意，于是派出大量的卡拉米前去对付大厦和小乔。这不但是一场恶战，而且是一场混战。经过双方通力合作，那些卡拉米都被干掉。老皮特也不傻，看着形势不对，那就赶紧跑吧。最后还是小乔在树林里追上，咬死了老皮特，为自己报了仇。原来老皮特一直想要把小乔献祭出去。大厦继续开车，带着心爱的丧尸离开这个国家。本片到此基本结束。我认为本片拍摄的还行，故事的设定比较离奇。一个男人喜欢上女丧尸，无意中还帮她报了仇，最后发现她已经就是丧尸，照样不离不弃，非要跟女丧尸走到底。爱情不分女人还是女丧尸，只要爱了就行了。男主和女主演技还是不错的，主要靠肢体语言在演戏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